你们想要我的命，那就一起陪我。娘的儿啊！他们怎么敢？前一刻还在跟人同归于尽，这一刻就成了别人怀里的女儿。这具身子，魂还没接吻，怎么敢把我瑞王府的小姐偷换走？那家人怎么那么狠的心，让你给他们当牛做马，活生生搓磨了你14年。娘，您先住口，哭这半天，能哭回我这14年吗？您是堂堂王妃，自己的孩子都能被人抱走，身边伺候的养着是做什么用的？姐姐，你别这么说娘，娘也不想这样的，娘已经够伤心了，你还要往娘的伤口上撒盐吗？齐平乐，一个鸠占鹊石的冒牌货，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。那些失职的下人怎么办？全部杖毙。那倒不至于，一死了之太便宜他们，全罚去做苦工就是。这身子白遭了14年的罪，几条命就想抵清，做什么春秋大梦？不可，娘，我是为了王府好。若是让外头知道咱们这般苛待下人，还不知要怎么编排咱们王府。你是怕王府的名声，还是怕自己的话被驳了，心里不甘？你在说什么？那些人该罚。你既这么向着这些下人，那就一道去吧。这些日子你也下去做工，省得在这儿碍我的眼。娘，女儿陪了您14年，您就看着我被赶去做苦工吗？玉儿说的，就这么办，带下去。齐之玉，今日这一巴掌，这身苦功，我齐平乐都给你记着。这瑞王府的千金，本就该是我的。罚他下去做工，倒便宜他了。这鸠占鹊巢的，留在府里1天都碍眼，该彻底料理干净。我回来了，他怎么办？玉儿，你说。我说什么，您都依我。没问题。好，把他赶出瑞王府，把他押回来。既要赶，就当着众人的面赶干净。娘，女儿陪了您14年，您舍得吗？瑞王府的东西，他一样都不许带走。身上的绫罗绸缎、珠宝首饰全留下，给他换一身粗布衣裳，赶出去。娘，您真的要把女儿赶走吗？还愣着做什么？给齐平乐换衣裳，赶出去。玉儿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的，娘。我的儿，娘，咱不用这么热情，我这人受不住这般腻味。好，好，都听玉儿的。娘，这些年您过得不太顺吧？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！你爹是陛下嫡长子，身份尊贵，连个妾室通房都没有，娘怎么会过得不顺？娘，我既然认了你，就不会再让你受欺负。你这孩子，在外头吃了那么多苦，怎么半个字都不肯跟娘提？活了那么久，杀过那么多人，这还是头一回有人为了我哭，心里竟有点暖。谁把齐平乐给赶出去的？我？怎的？你有意见？竟然是你！哈哈哈，干得好，不愧是我妹！哈哈，做事就是干脆利落，这才是我齐家人的风格。我把齐平乐赶出去，你不气？她可是当了你14年的妹妹。那又怎么了？她一家子害了你整整14年，你才是我亲妹。知道妹妹回来，你拖到这会儿才过来，像什么话？娘，这可不怪我，要怪大哥。大哥明明给妹妹备了礼物，非让我转交，他自己不肯出来见妹妹。我去找他，连院门都不让我进。大哥的腿伤很重，御医都没法子。王妃，出事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李嬷嬷带着人
堵在世子爷的院门口，哭求。没规矩的东西！二哥，这李嬷嬷是什么来头？李嬷嬷是齐平乐的奶嬷嬷。哼，以前大哥对齐平乐那是有求必应。娘，咱们过去看看。李嬷嬷真是胆大包天，敢去打扰大哥清醒。世子爷，世子爷呀！又是一出，这一府的病灶远不止娘一个。李嬷嬷，你干什么？王妃，老奴是心疼小姐呀，小姐一文钱都没有，就这么被赶出去了。小姐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，今晚在哪儿过夜？万一遇上了坏人，可怎么办？李嬷嬷跟府里签的是死契吗？既是死契，这般以下犯上，当众拿捏主子，留他何用？处置了便是。至于主子不听话的奴才，留着做什么？处置由我。我只看这一遭，谁拎得清？王妃饶命啊！老奴一直尽心尽力。主子的决定，轮得到你在这里刮噪。这些人一起处置了。你不能杀我！不能。世子爷，世子爷，救命啊！吵！还都傻站着干什么？把人拿下！全都处置了。住手！坐着轮椅也无损半分风采，这个大哥还行。陈儿，这李嬷嬷以下犯上，确实该死。那也不能杀他。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帮着那假货欺负咱亲妹妹？二哥别急，大哥那么说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他们也是户主。世子爷说的是，老奴就是心疼小姐。世子爷，您可千万别被小人蒙蔽了。发卖了，跟牙行说清楚，他们为何被发卖，不敬主子，以下犯上。世子爷，您还不如干脆要了老奴的命。还等什么？压下去！是李嬷嬷，是李嬷嬷叫我们来的。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李嬷嬷是你们的主子。还得是大哥。这么一来，外人只会知道那些家伙是被主该罚，谁也编排不到咱妹妹头上。妹，真让你说成了，他还有脸来这里赌爹？王府千金，这样的高贵身份，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放下的。妹啊，我咋感觉你不是很在意呢？他开始表演了。爹，恕女儿不孝，以后无法在您跟前侍奉，还请爹爹多多保重身体。女儿愿爹爹喜乐安康。妹啊，你有没有觉得他说话哪里怪怪的？以退为进，想让爹问问他为何如此。他跑来赌爹，不就是想让爹带他回去，留在府里吗？那他为啥不直说？直说了，不显得他贪恋王府的荣华富贵。他摆出一副要走的样子，就等着爹舍不得，非把他留下。这样他还落个不慕荣华的好名声。这心眼子绕得我脑仁疼。我能理解，并不代表有人可以动我的东西。爹，你别犯糊涂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问题不重要。爹，这才是我亲妹妹，你亲女儿。二哥，我知道自己身份卑微，不配当你的妹妹。我来只是想跟爹告个别，14年的父女情我割舍不下，我真没别的意思。你不就是跑来跟爹告状，说我们把你赶出去了？你就是想让爹觉得是我妹回来容不下你，才把你撵走的，好叫爹觉得我妹心胸狭隘。二哥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哪句话不是真心的？齐平乐，14年的父女情，你割舍不下。是，爹，女儿舍不得爹娘还有兄长。你在享受这份割舍不下的亲情时，本王的女儿在乡下当牛做马，被人搓磨。玉儿仁慈，只是赶你出去，你尚不知足，还要在本王面前挑拨离间，这点心思真是上不了台面。以退为进这点雕虫小技，遇上真正拿主意的人，变成了笑话。这个家，我得替他们守好。玉儿，这个世界的家人，
倒是不错。那些夺走他们气运的家伙，我会一一清算。爹，爹，你眼睛怎么红了？爹，你哭了？哎呦，您这是恼羞成怒啊！你个混账东西！月儿，回家。好。活了那么久，我以为再没什么能在心里头留下痕迹。可这个红着眼唤我玉儿的人，竟让我也想留下来，好好看看这个家。爹，二哥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？他那点恨意，倒是浓得很，也好，留着他当个引子，正好把坏了这一家气运的人一个一个引出来。妹啊，头一回进宫，你这一点都不慌？慌什么？又不是没见过大场面。到了殿上，皇祖父问话，你慢着些应。齐之玉，是你一回来就把齐平乐给赶出去的？没错。你就这么容不下他？容不下。你可知道，你这样回答，让朕怎么想你？陛下如何想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放肆！你怎敢如此对你皇祖父说话？皇祖父，你说话的时候，旁人可以随便插嘴了？还是说太子已经迫不及待要行使他当皇上的权利了？父皇，儿臣绝无此意。齐之玉、瑞王，这笔账我迟早跟你们算，我跟你们没完。玉儿是吧？你这丫头模样随了你祖母，性子也像。哎，就是瘦了些。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。确实过得很不好，多谢皇祖父。齐之玉，那些东西你怎么敢要？皇祖父，你以后赏赐的时候，先跟太子一家商量商量才好，不然他们该不高兴了。父皇，儿臣知罪。朕倒是不知道，朕赏赐个东西还需要东宫同意。齐荣瑶，你如今可以做朕的主了。皇祖父，是瑶儿错了。瑶儿也是心疼那些珍贵药材，想留给父皇滋补身体。为人子女，孝为先。一句话，既踩了我，又把齐荣瑶抬成孝顺女，倒是有两把刷子。原来如此，玉儿，你怎么看？我当笑话看。哦，怎么个笑话法？他们怎知？我不会把那些补品孝敬给皇祖父，皇祖父赏赐给我，我依旧可以再给皇祖父。你个聪明的丫头！更何况齐云瑶若真这么孝顺，为何不用自己手里的好东西来换那些药材？孝心是动动嘴皮子就空手套白狼，自己什么都不付出，借花献佛，还落个好名声。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太子家的行事风格，能成为太子，果然与众不同。皇祖父，我是建议你好好查一查，有些功劳到底是太子的，还是下面臣子的。被人冒领了功劳，长此以往，积怨颇深，不利于朝廷稳定。朝廷不稳，社稷不稳，社稷不稳，人心溃散，人心溃散，百姓遭殃，百姓活不下去，亡国不过弹指之间。父皇，儿臣绝无此意，儿臣绝没做过夺宫的事情。太子，你是储君，东宫也该好好管一管。你们退下吧。好孩子，来到皇祖父这边来。当年换孩子的人如何处置？杀！爹，放了他们，让他们跟齐平乐团圆，好歹也算瑞王府顾念跟齐平乐这么多年的亲情。你这丫头鬼灵精，比你爹强多了。在那乡下可吃过苦头？
往后都在皇祖父眼皮子底下，谁敢委屈你？皇祖父您是没瞧见，我这妹妹啊，回府头一天就把府里搅得天翻地覆，能耐着呢。这祖父待我和二哥都热络，偏偏对我爹话里话外都拧着，一股别扭劲儿。这父子俩怕是有旧账没清。齐之玉，方才我是太担心皇祖父的身体安康，才说话过急，我给你道歉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头面，送给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妹啊，这丫头哪有这心机？是东宫怕方才御前事宜传出去难听，特叫她来当众认个错，好把事宜圆成孝心切呢。你的歉意我收到了，不过以后不要叫我齐之玉。玉儿皇姐。不对哦，以后你可以叫我陈安皇姐，或者是陈安郡主。郡主？你是郡主？你怎么可能是郡主？皇祖父封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封你陈安郡主？那你去问皇祖父啊。我这就去问，一定是皇祖父搞错了。妹啊，你这一句话，回头挨训的可不止他一个，连太子都得跟着倒霉。是他自己要去问的，关我什么事？怪了，这一家子心思都明白，是非也分得清，不是优柔寡断的人。爹是嫡长子，祖父虽没立他为储，可那份偏宠骗不了人。能算对手的太子一家，又弱成这样，这样一户人家，头顶的气运怎么会斑驳成那副样子？不出3年，这一家就要家破人亡，娘头一个遭殃。我看气运的眼力，断不会错。玉儿，怎么愣着？进府歇着去。这一家人不蠢，对手又弱，气运怎么就斑驳到不出3年要惨死？答案倒像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王爷，我家夫人让你过府一趟。二哥，这人谁啊？威远侯夫人的丫鬟。二哥，你这咬牙切齿的，是要吃人啊？他可是出事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王爷，咱们走吧。二哥，把爹给弄屋里去。嘿，这就给他扛走。你们做什么？齐之玉，你什么意思？玉儿，你把他给杀了。我杀不得一个丫鬟。不是你杀不得一个丫鬟，是不能杀威远侯夫人的丫鬟。威远侯夫人是什么人？是我的庶妹，也是你爹的心爱之人。娘，我懂了，爹不是变了心，是有人把咱们瑞王府的气运悄悄偷走。那偷走的气运落到了威远侯夫人头上，爹一沾上他的事就发癫，就护着他，不是真心，是被那偷来的气运牵着走，身不由己。娘，您想想，是不是从那女人进了爹的眼，咱们家就1年不如1年？你是说，你爹他是被人下了邪术？差不多，要解开也不难，可不能动那女人一根头发。她死了，偷走的气运就散了，咱家也讨不回来，得让她当众身败名裂，把那点气运一滴一滴耗干净，爹才能醒过来。在原来那世界，我一掌就能把人镇压了，把气运抢回来。这世界没法修炼，那便换个法子，把他那点偷来的气运一点点耗干。好不容易有了个家，坏我家庭温暖的人，一个都留不得。娘，我爹是皇子，还是嫡长子，他连自己娶谁跟谁过都做不了主。不是，当年那门亲事，你爹并不反对，可只要一碰上威远侯夫人的事，他就像换了个人。自己的夫君惦着旁人，嫁了人的庶妹，这是把我的脸搁地上踩。我也想过成全他，可你爹就是不肯和离，
我连让他休了我都说了，他也不答应。这些年，我就像掉进一个永远爬不出来的泥潭，连条出路都没有。娘，是不是我爹平日里对你挺好的，那份情谊你也能真真切切感受得到？可只要威远侯夫人那头有什么事，我爹立马就变了个样。没错，他若是一点都不待见我，我也就死心了。偏偏好的不行，又在我最安稳的时候狠狠扎我一刀。这种来回折磨，比刀子还疼。爹的反常我已看明白了，根子在哪儿我也清楚，剩下的就是把这道结一寸一寸解开。我懂了。玉儿没事，这丫鬟是娘让人杀的，就算你爹回头气，也冲不到你身上。娘，我既然动了手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这丫鬟您别管，我来处理。您回屋歇着去。玉儿，娘，你让妹妹去处理。好，娘信你们。二哥派人给大哥送的信吧，不然大哥怎么会这会儿过来？你打算怎么办？大哥，先跟我说说情况。整个京城都知道，咱爹对威远侯夫人爱而不得，甚至纠缠她。堂堂瑞王，正宫嫡长子，偏说他对一个庶女爱而不得，还死缠着。满京城的人脑子是一块进水了。总之，外头都传父亲行事癫狂，暴虐成性，因此才失了储君之位，落得人人厌弃。大哥，有什么你直说。娘也因这桩事被传成善妒的刻薄毒妇，咱们瑞王府在京城的名声并不好。我还当是什么大事，不就是名声难听吗？这点烂账我替咱家擦得干净，把那丫鬟抬上担架，跟我走一趟。这名声从哪儿来，我便从哪儿给他讨回来。在京城里这么鸣锣开道，是哪家这么气派，这么大的排场？那白布底下别是个死人吧？瑞王府这一大早的是要去做什么？去，把门砸开。我的天，敢砸威远侯府的门，瑞王府的人这是疯了不成？什么人胆敢在威远侯府门前撒野？这小姑娘你什么来路？怎么一步步走过来？我浑身的汗都下来了。这一身洗不掉的脏名，是从这道门里一盆一盆泼出来的。那我今日就亲自来这威远侯府门口，把他一笔一笔的讨回去。叫你们老夫人来见我。好歹我也是上过战场的人，凭什么被你一个小丫头使唤？我们老夫人岂是你说见就见的？杀了。杀得这么干脆，这不是把威远侯府的脸面摁在地上踩吗？这会儿啊，我都不知道该可怜威远侯府，还是该可怜瑞王府了。瑞王府好大的威风！姑娘面生，是瑞王府刚找回来的千金。正是。不愧是瑞王府的千金，威风凛凛，在我威远侯府门口杀我府里的人。门口，老夫人，我在我自己瑞王府里也杀了你们威远侯府的人。要说威风，谁也比不上你们威远侯府。一个丫鬟就敢跑到我瑞王府里，叫我爹过去见你们侯夫人。怎么，我爹其实不是瑞王，是个由着你们威远侯府丫鬟随便使唤的低等小厮。去，把夫人叫来。用的是叫，不是请。看来这老婆子比她那个儿媳还清醒些。是你让你的丫鬟去请瑞王的。回老夫人，我替你纠正一句，不是请，是命令，颐指气使的命令。老夫人若是不信，大可去打听打听。那丫鬟当时就堵在我们瑞王府前院，宫门还开着，看见的人多着呢。你说，娘，儿媳就是想替养女问一句，瑞王府刚找回亲生女儿，怎
怎么转头就把养了14年的养女赶出了门？14年的情分，说断就断，难道瑞王府的人都是没心肝儿的不成？放肆！区区一个侯夫人，竟敢以下犯上！老夫人，威远侯府好大的威风啊！是老身管家无方。娘，齐之玉，你敢打我！掌嘴！齐小姐，你这有些过了。过，区区一个侯夫人，竟敢对本郡主出言不逊，掌嘴都算轻的。郡主，皇祖封亲封，陈安郡主。你们是想以下犯上？姐姐，求求你住手，放过魏夫人吧！你有什么不痛快，冲着我来就是了，何必牵连无辜？牵连无辜？怎的，老夫人？你家儿媳以下犯上，她无辜？不无辜，这是她该受的。听到了吗？老夫人都觉得她儿媳该打。好了，停吧。本郡主怎么也要给魏老夫人个面子。多谢郡主。不过呢，魏老夫人，以后你家中的人可是要好好的约束约束。一个有夫之妇，派个丫鬟去找别的男人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哎，不是说瑞王一直缠着侯夫人吗？怎么听这话，反倒是侯夫人派丫鬟去找王爷的？这就有点不对味儿了。到底谁缠着谁呀？郡主，你不要误会侯夫人，侯夫人是知道我被赶出府，她想问问情况。我虽说是刚回来，但也听说我爹一直痴缠侯夫人，如今看来这传言似乎有误啊！来来来，谁跟我说一说，我爹是怎么痴缠的，都做了什么事情？你们谁在何时何地亲眼看到过？这我还真没亲眼见过王爷做什么，都是听旁人这么传的。对呀，光听人说，谁也没真瞧见过一回。王爷总是以一些我无法拒绝的名义送我东西，所以呢？这还不够？你以为我想收那些东西？还不是？这里不是我原来那个地方，不能一巴掌拍死他，忍着，忍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因为那些名义需要送的？魏夫人，自恋是种病，你最好找个好大夫看一看。我看你病得不轻。你说的那些事情，反正没人见到，具体怎么传出去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你这丫鬟去我瑞王府，指名道姓的要让我爹过去见你，这可是有人亲眼看到的。也是，我娘是嫡女，你不过是个庶女，想要面子，想压过自己嫡姐一头的小心思，我能理解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！住口！那些事情不谈也罢。不过齐平乐在王府住了14年，你们说赶就赶，你们怎么忍心？威远侯府宅心仁厚，本郡主十分佩服。那请魏老夫人替本郡主解个疑。若是有敌国细作罪臣家眷，不小心被你们威远侯府收留了，你们也会一直这么护着，是吧？绝无可能。我威远侯府虽说心善，可若知道救助之人身份有异，绝不会因为心软就包庇。是吗？那怎么能一样？当年抱错孩子的时候，齐平乐还只是个刚出生的婴孩，他何其无辜！罪臣之子很多也都还在娘堡里，抄家灭门的时候，难道就全留下了？你的意思是，律法还有历代的帝王都错了？侯夫人果然是大善。郡主，老身会好好教导他。老夫人明事理，如此，本郡主就不打扰了。当年我娘怀着身孕，是你非要请我娘去山中祈福，路上我娘的马车出了意外，这才在附近一户农家早产。我跟齐平乐就是那时候被那农户给偷换了。
魏夫人，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？你们想想，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？可不是嘛！早产、偷换孩子，桩桩都赶在那位侯夫人邀王妃进山那一回。那这10几年，传瑞王痴缠她，怕是他自己往脸上贴金，自导自演的吧？一个庶出的，极度嫡姐，连人家亲生女儿都敢偷换，这心是有多毒？本郡主话撂这儿了，谁见过我爹痴缠他，谁出来对个质。没人见过，那这谣是从哪儿来的？各位心里有数了。憋了这么多年的窝囊气，今儿总算出了。往后谁还敢说咱们王爷痴染他？娘，我回来了。玉儿，你爹要是醒了，你别跟他犟。凡事有娘，还有你2个哥哥在。你爹那脾气犯过去也就过去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娘，我跟我爹好好谈谈，谈不拢的我才不跟他犟呢。大哥，把齐平乐那一家子送去威远侯府。好，我妹这一手真够绝的。妙啊！那威远侯夫人不是稀罕收留齐平乐吗？那就连他一家子一块收留了。我倒要瞧瞧，这回那位侯夫人还心善不心善。你们等着，我去看看爹。娘，妹妹是真猛啊！爹那脾气要是上来了，我还是得跟去看看。让妹妹自己跟你爹说。可你爹真要动手，不行，娘还是不放心。娘，让妹妹自己去，爹在妹妹手里怕是占不着便宜。爹，醒了就睁眼吧，喝口水。爹，你为什么喜欢威远侯夫人？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不要问。爹，我从小到大的活法就一条，弱肉强食。回了这个家，我才头一回吃到有人惦记我的滋味。所以，谁想破坏我享受家庭温暖，我就除掉谁。你不才，女儿我略通拳脚。你跟谁学的武功？你才14，你怎么有了这么一身本事？是爹没保护好你。娘，我刚刚旁敲侧击了一下，好像爹那么重视威远侯夫人，完全是娘。因为我，玉儿，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。娘要是真看错了，还能一连看错这么多年吗？娘，你看看爹以后做的事情再说。你也知道，爹这人不善言辞，没准就是误会一场呢。好，娘看看，往后的事儿，娘都听你的，慢慢看着再说。娘信我就好，爹那点笨嘴拙舌的，往后有我盯着呢。玉儿，你也累了一整日了，先回去歇着吧。那我回去了。娘也早些歇，茶凉了就别喝了。怎的，王爷不在府中？这瑞王府如今是你做主了。威远侯，见你还需要我爹出面？没错，今儿就我妹做主，怎么了？王府偌大的体面，让一个小丫头出来做主，你们瑞王府成何体统？威远侯，你还知道这是王府？王府如何做事，几时轮到你一个侯爷来指手画脚了？这威远侯府的威风果然够大。二哥，走，进宫。好，这就走。我倒要去问问皇祖父，是不是往后这皇子皇孙见了威远侯府的人，都得给3拜9叩。郡主，本侯并无此意，您可千万别误会。侯爷何必自谦？太子是侯爷的表弟，侯爷身份高贵也是应当的。毕竟往后这皇位是太子的，我们做晚辈的自然该识时务。郡主息怒，方才是臣鲁莽，臣失言了。鲁莽？侯爷这般鲁莽，还在朝中任着职，当真没问题吗？郡主，方才是臣的不是，还请郡主息怒。息不了一点怒。本郡主若是任由一个臣子欺到头上，本郡主不要面子，皇室难道也不要面子了？郡主，
你到底想如何？给个痛快话吧！让你夫人唐静柔对外承认，她是嫉妒我娘，虚荣心作祟，才对外编做出我爹痴缠她的假象。不可能！我这就让人备车，咱们进宫。不可！郡主可知你昨日大闹威远侯府，你姨母伤心成什么样了？郡主就不怕王爷知道了这些事，回头怪罪下来？威远侯果然是大气，自己的夫人被传的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，你倒还挺得意。郡主慎言。慎言什么？侯爷不就是靠着自己夫人做局，给自家捞好处吗？若不是这样，如今那东宫之主还会是那一位吗？别废话，要么去澄清，要么本郡主就去找皇祖父问问，侯府几时能跃到王府头上去了。郡主，你别欺人太甚！这一府人骑到我家头上多少年了？我爹惯着，我可惯不着。今日这个礼，本郡主就当着满府的人给他立明白。你一个丫头家竟敢动手！郡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自然是拖你到大门口，让满街的人都好好瞧瞧，咱们威远侯有多大的本事，拿自己的夫人去给人换好处。侯爷这买卖做的可真划算。好妹妹，扇得漂亮。开门。等下，慢着开门！我同意，我让他对外承认。等会儿，威远侯，你最好说话算话，让唐静柔出去说清楚。她是嫉妒我娘，虚荣心作祟，才造的我爹痴缠她那套谣言。你要是敢反悔，那就别怪本君主不客气。好。妹啊，你太牛了！痛快，实在是痛快！我活这么大，头一回见威远侯这么吃瘪，灰头土脸的夹着尾巴跑了。二哥，你们呐就把他们给惯坏了。不是我们惯着，是爹。爹不爱说话，你们做儿子的也不问，这一来去去，可不就误会一场了？爹这名声脏成这样，根子我清楚得很，可这真相说出去，谁受得住？倒不如我替他圆个体面，让旁人只当是一场误会。大哥，咱妹太厉害了，把威远侯拖着就往门外扇，那老货半点脾气都没有，灰头土脸夹着尾巴就跑了。咱妹倒是有手段，是吧是吧？那些恶心人的流言蜚语，如今全成了对付威远侯府的利刃，太痛快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啊，那是哪个？你没发现咱爹从头到尾一直没出现吗？对啊，以前威远侯府的人一上门，咱爹早就头一个冲出去了，今儿怎么连个影子都没见着？去看看爹。好。爹，我爹没在里头。在啊。王爷一早进了书房，这半天一直没出来过。爹，我们在外头叫了你这么多声，你怎么一声都不应啊？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爹，你知道刚刚威远侯来了吗？妹啊，你方才说的那误会，到底是误会什么？啥？真的？爹这些日子多半已经悄悄找人去查娘当年在娘家过得怎么样了。爹要真是为了娘才对那唐静柔好，那他为啥不说呀？你觉得爹那闷葫芦会说什么？爹确实不爱说。就是嘛，所以啊，有些事情就是误会。妹啊，那威远侯
他真会按你说的去把娘内赃名澄清了。威远侯府对咱们瑞王府傲慢，是1天2天的事儿吗？那满京城的人知道这情况吗？知道。那不就得了？他要是不按我说的做，我就进宫去找皇祖父。皇祖父会管？皇祖父很心疼咱爹的。那以前皇祖父怎么不管？以前不还是咱爹自己纵容吗？皇祖父又气又心疼，这才懒得管。可是万一他先答应，回头又反悔呢？是不是？咱们等等看就成。反正他不按我说的做，我就把他卖妻求荣这事儿给他宣扬的满城皆知。这么多年，京城人全看在眼里，咱爹对那唐静柔有多痴缠，那不都是现成的人证？妹啊，还得是你，这脑子咋就这么好使呢？剩下的交给我。看来咱妹真没说错，这些年咱们是把爹给误会了。爹对那威远侯夫人纵容了这些年，却不想装的，许是看在娘的面子上，才一直由着。是吧是吧？爹那闷葫芦，心里有事儿也不爱往外说，咱们不问，可不就误会了这么些年？你想做什么？爹，我觉得太子并不适合那个位置，而且从一开始，皇祖父属意的就是爹。你想多了，没可能了。爹甘心？没什么甘心不甘心的。瞧爹这样子，分明就是不甘心。本是皇祖父一手细心栽培，往后要继大统的人，偏偏一沾上唐静茹就乱了心神，净做些没头没脑的事。爹，你这是撞邪了。这些年没一个人瞧出来，只能说他们本事不够。你能看出来？看得出来，可爹你这本事最好别叫外人知道。朝中臣子已经拥着太子，眼下若再生出个变数，这变数是最容易被人铲掉的。爹，你这是在担心我呀？你是我女儿，原来被人这样担着护着是这种滋味，挺奇妙的，倒也不赖。当年追随爹的那些人，如今怕是早寒了心，转头投太子去了。爹想没想过，往后皇祖父不在了，太子一登基，咱们一家子都得意外身亡。爹，你可是他眼里的钉子，肉里的刺。太子背后是不是还有能人？你当真对付得了他们？实在不行，就算了。我早就准备了最后脱身之计，假死隐姓埋名，也能活下去。爹，我是不会让家人受委屈的。郡主，外面，威远侯府的人又在外头闹上了。方才那一下，我身子里像住了俩人，拼了命的拉扯，多亏你按住了，不然我又要冲出去丢人现眼了。爹，我娘从前在娘家过得到底怎么样？查的还不细，只粗粗知道些。你娘在娘家过得并不好，唐家那些人太会装了，在我跟前总装作待她极好，是我的错。娘的事，回头爹细细说给我听。眼下先紧着这一桩，唐静柔造的那些谣，咱们对外认了，这步早铺好了路，剩下的就等进宫这一趟，把太子那个位子连根掀回来。娘，您先别冲动，这一闹起来，外头那些人又该说咱们王府刻薄恶毒了。开门。妹啊，让他们闹吧，闹过去就好了。闹过去就好了？这情况经常。开门。求求王爷，求求王妃，放过我家夫人！我家夫人不过就是心善，收留了王府被报错的小姐。瑞王府不能因为给郡主出气，就这么迁怒我家夫人啊！求郡主开恩啊！威远侯府的丫鬟，奴婢是。你胆子挺大。奴婢看不惯瑞王府仗势欺人，哪怕豁出去这条命，也要替威远侯府鸣不平。带你妹妹进去。娘，我能处理这种事儿，我熟。玉儿，妹，这事儿解释不清楚的。二哥，这回有人信的。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啊！秋儿，你没事吧？
有什么不满，冲着我来就是了，为何要如此迁怒？唐静柔，你是看不见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？动手治他的人是我，你找我娘干什么？若不是有人授意，郡主又怎敢动手？败坏王府名声，本郡主一刀把他定在这儿，都算便宜他了。郡主，秋儿她也是为……别跟我说那些，我没时间跟你掰扯。方才威远侯到府上，我已经跟他把话说清楚了，看来他还是贼心不死，觉得你来这儿一哭一闹，就能把脏水泼我瑞王府身上。行，既然你们威远侯府不要脸，那咱们就直接来。二哥，带娘进去换衣服。哎，妹啊，换衣服干什么？进宫面圣，让陛下来断一断，孰是孰非。好嘞！齐之羽，你要干什么？看来你是在我家人面前嚣张惯了，本郡主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。郡主，你非要如此吗？你要……齐之羽，你干什么？疼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哎呦，别追了，追不上！这位郡主下手没轻没重的。我的天，刚找回来的郡主，当街把侯夫人拴在马喨头游街呀！这下威远侯府的脸面算是给撕得干干净净了，往后这两家怕是再无宁日喽。走，换衣服，进宫面圣。娘别怕，妹岂敢把事情闹这么大，心里准有底。这事到了皇祖父跟前，咱们终于能把这口憋了10几年的气讨回来了。齐之婉，你放了我！这瑞王府的郡主好大的力气，何人胆敢在威远侯府闹事？郡主，您这是？齐之友，你要干什么？齐之友，你放开我！侯爷，齐之友，你疯了，还不快放了我们！老夫人，你听到了，你这位好儿媳是怎么跟本郡主说话的？这老太婆倒比她那糊涂儿媳清醒些，她已经嗅到味儿了，知道躲不过，只能认栽。可惜晚了。老夫人，本郡主在宫中等你。好，老身随后便到。齐之遥，你放开本侯！皇祖父，给他们松绑。还请陛下给臣做主。请陛下为臣妇做主。陈安，怎么回事？皇祖父，请文武百官进宫，我一次把话说清楚，省得3天2头为了这点破事没完没了的纠缠。宣百官入宫。陛下，瑞王还没有到。威远侯，王爷身子不适。陛下，此事关系到瑞王府与臣威远侯府，还是瑞王来了才能做主，不然最后这结果有人不认怎么办？威远侯，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？郡主慎言！我哪句话说中了？陛下在此，谁敢不认？怎的，在你心里，陛下金口玉言说出来的话，臣子还能说不认就不认了？陛下，臣绝无此意。威远侯，你这是觉得刚才说错了？臣万死。起来吧，既然你没异议了，那就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吧。陛下，臣府上的人几次3番被陈安郡主所杀，今日陈安郡主更是绑了微臣夫妇，一路拖行入宫。陛下，还请您为臣做主。陛下，陈安郡主如此肆意妄为，绝不能姑息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陈安郡主目无法纪，还请陛下降罪。瑞王府这处境，真是臭的不能再臭。这满朝大半都盼着我们倒，若哪上皇祖父不在了，太子登基，他们怕是当天就要请命，灭我瑞王府满门。陈安，
你怎么说？一个个争着替威远侯求命降罪。好，那本君主便把这3条人命一桩一桩摆到你们面前。皇祖父，我杀威远侯府的下人，无非就是因为他们以下犯上。我堂堂一个郡主，他们在我面前放肆，挑衅皇权，不该杀吗？第一个丫鬟跑到我们瑞王府，张口就让我爹去见唐静茹，换我爹跟换个小厮似的，路上行人都能作证。第二个侍卫，明知道我是瑞王府的人，我要见他们老夫人，他竟敢当面呵斥我。第3个丫鬟跑到我家门口造谣，污蔑我们瑞王府仗势欺人，我杀他们3人有何问题？魏远侯，陈安所言是否属实？陛下，陈安郡主这是迁怒，因为陈内人收留了瑞王府报错的女儿，郡主心有不甘，这才处处刁难陈一家。玉儿，魏老夫人，你怎么说？陛下，是臣妇教导无方，郡主杀了那几个以下犯上的奴才，理所应当。娘，住口！那日是唐氏的丫鬟冒犯了瑞王，被陈安郡主所杀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家里的侍卫认得瑞王府的马车，还敢对郡主无礼，也是自找的，怨不得旁人。我让你去给郡主赔罪，你干什么去了？让唐氏的丫鬟跑到瑞王府门口哭诉瑞王府的人迁怒咱们威远侯府，这不是造谣污蔑是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我们来讨公道的吗？这老婆子比她那糊涂儿子清醒得多，一进殿就闻见了血腥味，宁可自断一臂，也要把侯府从这泥潭里捞出去。老夫人明事理。这老夫人都这么说了，方才倒是我等冒失了。是啊，连始末都没问清，险些害郡主蒙冤，惭愧惭愧。瞧瞧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妹妹还一个字没说呢，你们自己就先认了。威远侯府热闹得很呢。陛下，您听臣妇说，这事儿的起头全是因为瑞王把齐平乐赶出了王府。臣妇不过是可怜那孩子，想问一问情况，谁想到郡主竟怀恨在心，这才处处来针对臣妇一家。好，都到这会儿了，还甩得一手好锅。对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陛下，您听，郡主自己都承认了，是我让他的丫鬟以下犯上，把我爹当个小厮似的呼来喝去，是我让他不去找自家嫡姐，反倒去缠着痴恋他的姐夫，是我让他往我们家泼脏水，让满京城都觉得瑞王府是仗势欺人的恶霸。皇祖父，您瞧瞧，我可真是大错特错。唐氏，你给朕解释解释。我爹打小就被立为太子，娶的正妃，自然是好生教养出来的嫡出千金，怎么轮也轮不到一个庶出。再说样貌、才情、品行，你哪一样比得过我娘？不过到底还是有那么几样，我娘不如你。郡主，装可怜扮无辜假善良，这几样你倒是远胜我娘，尤其勾引男人的手段，我娘是自愧不如。郡主，嘴下留德。怎么，威远侯，你觉得本郡主说错了？你不觉得唐氏勾引男人的手段了得？那是本侯夫人魅力大，瑞王自己情难自贡，难不成还要怪到我夫人头上？威远侯，本郡主说的是你啊！你当年堂堂侯府世子，多少名门闺秀、嫡出千金你不娶，偏要娶一个庶出扶正的，这还不够说明你夫人的本事？胡说！唐氏一向恪守本分，从没有过半点越矩。恪守本分，那就是说你们成亲之前从没往来过？自然没有。那就奇怪了。我信各位大人府上的女儿也都恪守本分，可怎么威远侯当年谁家女儿都看不上，偏偏就选上了唐静茹呢？各位大人替自家儿子挑媳妇的时候，挑的是嫡出千金，还是那庶出扶正的大小姐？
如此，我就不得不多想一层了。当年我爹已与我娘成亲，又是东宫太子，而威远侯那会儿不过是侯府世子，娶了唐静柔之后，才一桩桩变故突生。比如说，我爹忽然痴缠唐静柔，对她爱而不得；比如说，我爹忽然行事之荒唐，仗势欺人；再比如说，我爹被废，如今的太子上了位。而如今这位太子嘛，这背后种种凑到一处，细思极恐啊。哦，对了，唐氏的娘当年也是我外祖母过世之后，从一个妾室扶成正妻的。不得不说，唐氏母女这运道都挺好的。陛下，臣绝无影射太子之意。各位不妨好好想一想，当年我父王是何等的经才断业，可如今太子办的这些差事，哪一桩不是我父王一让再让让出来的？是啊，当年王爷那般人物，怎么就一步步让到了今日？怎么就扯到太子储君上头去了？果然，权势动人心，皇位嘛，更是如此。郡主，您积点口德，可不能再往下说了。皇室也是要脸面的，这种话万万不敢摆到迎面上来呀。好家伙，平乐一个被赶出府的丫头，硬是让我妹给说成了太子盯着皇位的狼子野心。如此，朕倒是要问问太子了。去，把太子叫来。这一拜磕出的血，可比任何话都响。皇祖父的怒早就动了，废除这把刀已经架到他脖子上了，就差落下来这一下。太子啊，看来你对朕这个位置筹谋已久，最近是等不及了吗？父皇，儿臣惶恐。难怪了，太子的好女儿会跑去质疑朕册封陈安为郡主。原来太子早就部署好了，倒是朕不识趣，没尽早退位让贤，耽误了朕的好太子。父皇，儿臣知罪。陈安何事？皇祖父，我的父王冤啊！我父王宅心仁厚，爱护手足，为了家人一再退让，甚至扶自己的兄弟上位，到头来还要被人步步紧逼。皇祖父，我父王被人敲骨10岁，这是何其残忍！还请陛下为我们做主。皇祖父，好啊！看来这太子的位置捧得你是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来人，拟旨。陛下三思啊！太子看来是众望所归。陛下，臣有罪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子德不配位，怀觊觎之心，行逼宫之实。今废太子之位，降封吴王，即日监出东宫，钦此。吴王，接旨吧。儿臣谢恩。韦远侯，你家中该好好的管一管了，别让你父亲死不瞑目。臣领旨。好个臭丫头，真是小看她了。剑指太子，够狠够绝，不愧是我齐家的种。这丫头啊，比好些个皇子都拎得清。朕是真心疼她，也真心服她。母妃，救命啊！本宫已经听说了，陛下只是废了你的太子位，又没贬你为庶民，只是
你慌什么？瑞王还不是也被废过？那怎么一样？瑞王是皇后所出。母妃，儿臣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也没说错，我的身份就是不如皇后。母妃，陛下封你为王，不过是把你推到跟瑞王一样的位置。你眼下要做的就是好好表现，到时候这太子之位依旧是你的。可瑞王的母后，父皇念着当年的情分，也会偏袒他。那又如何？你当太子10几年，跟满朝的臣子利益早就捆在一根绳上了。他们就算从前拥护过瑞王，如今还敢拿自家的身家性命、子孙的前途去陪他赌一把吗？对，他拿什么跟我斗？母妃，儿臣以前是太过仁慈了。瑞王本就不该活着。好了，回去好好收拾东西，搬去王府。你握着一手好牌，怎么打都稳赢。记住，只要稳得住，不忤逆陛下，把你的本事亮出来，那个位置迟早还是你的。德妃不会放过你的。爹，看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是我打算放过他似的。月儿，你过得很难吧？奇怪，踩着尸山血海一路走上来，从没有谁问过我难不难。这具身子里那点叫暖的东西是从哪儿钻出来的？还行。是爹没保护好你。爹，以前那些事儿都过去了。爹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们还没回来那阵子，我就觉得身上那股奇怪的束缚轻了好多。他越是不好过，我就越不会被他牵着走。爹这些年身不由己，是因为唐静柔偷走了你的气运，你们两人的气运是连在一处的，此消彼长。他那头耗得越狠，你这头就回得越多。往后跟威远侯府、跟朝堂上掰扯的事，那是爹跟大哥、二哥的差事，我只管对付那些寻常人对付不了的。唐静柔如今确实不好过了，她对我的影响，我自己能压住。爹，咱们要的不是能压住，是彻底摆脱。彻底摆脱？你还要接着对付唐静柔？都走了多少年了，还压着本宫的儿子！来人，给本宫好好盯着齐之羽，等着瞧吧。笑到最后的才是本宫。月儿，唐静柔那边，你打算怎么收拾她？她现在还是侯夫人，威远侯就算迁怒她，又能动得了她哪根筋？无非是钟馗的管理权被拿走，魏老夫人不待见她，威远侯对她不冷不热，这点苦头对她算个什么？你要杀了她？爹，你说什么呢？她是侯夫人，更是我娘的庶妹，我能动她？她那点好日子是偷咱们家的，偷来的，迟早得连本带利还回来。月儿，你这性子到底是怎么长成的？王爷，陛下宣您入宫。知道了。爹，皇祖父除了是皇上之外，还是你爹。儿子对爹其实不仅仅是君臣。除了是皇上，还是我爹。这丫头又话里有话。你倒是有个好女儿。陈安心思缜密，做事一环套一环。朕封了他陈安郡主，他转头就向朕讨见君不贵的特权。朕允了，他便借着齐荣尧去算计太子，赶走齐平乐，又把威远侯府引出来。威远侯府与太子贴得那么近，太子那点谋权篡位的野心就这么露了出来。旁人都当他回来使小性子，容不下一个齐平乐，哪里想得到这丫头从头到尾剑指的是东宫那把椅子。哼，齐平乐也好，唐静柔也罢，全是他手里的棋子。这份心计，这份筹谋，朕那几个老狐狸都得吓一跳。一个没脊背的小丫头，给了朕好大一个惊喜。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唐静柔收留齐平乐，威远侯咄咄逼人，齐荣尧不忿他的郡主之位，这一桩桩
是玉儿逼着他们去做的吗？是他们自己起的歹心，被他一一接住，扭了回去。爹，玉儿被人偷换，流落在外整整14年，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，是受了多少苦，才长成今天这副心机深沉、滴水不漏的样子。还有她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，那是一朝一夕苦练得来的吗？她本该被儿子捧在手心里娇养着长大的啊！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那你就争气点儿，浪费了这么多年，别让他白白为你谋划。儿子不会让爹失望的。跟我有何关系？儿子当年察觉到自己控制不住自己，会受唐静柔影响，就开始一点点退出。那一步步退得稳，是爹在背后替儿子拖着底，儿子心里都明白，也是爹成全，让爹费心了。看你是为了江山社稷，朕不过是顺手成全你。不过如今可不是10多年前了。怕什么？儿子是爹一手教大的。混小子，这会儿也学会拍马屁了。起来起来，这么大的人了，哭哭啼啼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丢人！小时候在宫里，我常骑大马，10岁前累了走不动，都是爹背着我的。玉儿说的对，爹对我从来就不只是君臣。这又是你那个好女儿给你提的醒吧？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没个小丫头聪慧，真是废物。那是我女儿，那还是我孙女呢。你得瑟个什么劲儿？女儿，我的。你都是我的。爹，我都多大了？再大也是我儿子！你给我站住，别跑！不跑那是傻子。人都跑出去了，朕还能追到宫门外去揍他？那臭小子不要脸，朕还要呢。这小子杀人有傻福，压在朕胸口这么多年的石头，今儿总算挪开了。来人，让那个逆子去皇后宫中反思1个时辰。陛下砸东西，瑞王脸色不好。看来这两父子是谈崩了。瑞王一进宫就跟陛下吵翻了，可见这父子的疙瘩没那么容易解开。只要瑞王心里对唐静柔那点痴心还没断，他就必输无疑。去给吴王送个信儿，唐静柔还有用。夫人，您可算醒了，快把药喝了吧。喝什么药？让我死了算了。都是齐之音那个丫头，要不是她，我这个年纪何至于落得满府的笑话？这口气我咽不下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侯爷，都是妾身无能，让侯爷跟着丢脸，妾身愧对侯爷。与你无关，都是瑞王妃、陈安郡主咄咄逼人，他们胆子倒是大了，把瑞王强留在府里，这才得了空在陛下面前胡闹。瑞王不知道，方才瑞王进了宫，跟陛下不欢而散，陛下罚他在皇后宫中反思1个时辰。瑞王也是顾念兄弟情分，不愿手足相残。全是陈安郡主一个人在那儿胡闹。陈安郡主刚被找回来，瑞王心里有愧，对他多番忍让也是常情。只是若他这般不识大体，闹得瑞王、吴王兄弟反目，朝堂动荡，动摇江山社稷，那他可就是千古罪人了。侯爷说的是，有瑞王那头压着，本侯倒要看看齐之于这回还能翻出什么花样来。瑞王自己不争气，今日这一出足够毁了他。王爷，你害得我好苦。你苦不苦，与本王有何关系？侯夫人，请回吧。救命啊！来人！有人调戏我家夫人！王爷，请你自重。老杨，怎么回事？
身好好的坐着马车赶路，却被瑞王拦下来调戏，还请大人救命啊！侯夫人，此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大人觉得我会用自毁名节来污蔑瑞王？大人若是不信，就请瑞王出来说一说，咱们当面对质。王爷，您看，大人，我们王爷并不在马车里。侯夫人这话实在是荒谬至极。王爷，你自己做过的事，自己不清楚吗？你平日里怎么对我痴缠，我都忍了。可你今日实在太过分，我再也不能忍了。王爷，还请您下满车一见。大人，我爹可不在马车里。侯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可能？瑞王明明就在马车里。本郡主好好坐着马车出府办事回来，却被侯夫人在这巷子里拦了下来。她莫名其妙地说，让我爹别跟吴王争太子之位，不然就要毁了我爹。太子之位自古是有能者居之，当年我爹发现吴王对太子之位势在必得，看过他的能耐之后，才选择了退让。他信吴王继了大统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又何必为争一个储君，白白消费国力？我爹看重的是亲情，江山安稳是社稷稳固。可有些人偏不是这么想的。大人，我可以走了吗？郡主请。戚之韵，你不能走！刚才明明是瑞王在里面，我还听到他说话了。证据呢？我的人都听到了。你也说了，是你的人。再退一步讲，你说听见我爹在马车里说话，那是不是正好证明你先下了自己的马车，凑到我家马车边上来了？你不是最嫌我爹逢人就说他痴缠你吗？那你这会儿为何巴巴的下马车，专程来见我爹？大人，劳烦您查一查，方才路上为何会有人闹事，把路堵死了。按理瑞王府的马车该走大路，怎会拐进这小巷？怎么就这么巧？我们遇上拥堵改走小路，可侯夫人，你为何放着大路不走，偏偏也走这条小巷？是真痴缠，还是有人故意做局？哼！齐之韵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，就踩着我的尸首过去！我绝不许你这么编排我！编排？侯夫人，这些年我爹为你做过什么，你尽管大大方方说出来。他变着法子给我送东西，处处照看我，这不是对我有心思是什么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爹做这些，全因为你是我娘的亲妹妹，他吩咐底下人多照看你一些，是看在我娘的情分上。侯夫人，人家念着亲情待你好，不是你自作多情的本线。瑞王妃不就是这侯夫人的亲姐姐吗？人家王府好心照看她，她倒反咬一口。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？胡说！真要是这样，从前他怎么不出来澄清？澄清了，你脸上挂得住吗？让满京城都知道你这般恬不知耻。我爹娘心软心善，念着这点子亲情，才让你一回回得了手，白白替你背了这么久的黑锅。只可惜到了我这儿，我不惯着你，
像你这样不知好歹的所谓亲戚，不要也罢。走，谁要是敢拦，绕过去就是，别伤着人。哎，你敢！侯夫人，原来你也是怕死的，倒是会装。大人，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大人，就没有什么想做的？侯夫人的意思是说，让本官去追究夫人诬告瑞王一事。齐之隐当众羞辱我。侯夫人，这个本官判不了。侯夫人要是觉得郡主所言是污蔑，可以来报案。只要侯夫人拿出证据来，本官一定公平判决。证据？我哪还有什么证据？不行，我得让瑞王照旧对我百依百顺。这看在瑞王妃面子上是齐之音编的遮羞布，我得去把外祖父请来，叫我那好姐姐瞧瞧，谁才是这事儿说了算的人。怎样？京兆尹过去了吗？过去了，要不是二哥让人把京兆尹引过去，效果可没现在这么好。哈哈，别人都说我是纨绔，那是他们没看出我的本事。走，爹娘都在等着呢。娘，我回来了。爹这模样，还是把娘搁在心尖上的。王爷对他照顾有加，是因为我。娘，我爹这些年照顾侯夫人，原就是看在您这个嫡姐的面子上。是有些人自作多情，倒赖到我爹头上来了。王爷，靖文伯夫妇来了。爹娘，咱们去见一见。对，咱们去见见。下官见过瑞王、瑞王妃、世子郡主。二哥给你交个底，他们这一行礼啊，就是等着我爹去搀，好把自己供得高高的。今儿这礼怕是要白行喽。大哥，你瞧，这回没人去扶他了。靖文伯，不用多礼，坐吧。这回踢到铁板了吧？玉儿是吧？这么多年，你在外面受苦了，外祖父无能啊，没能早发现你被抱错了。我不是抱错，我是被偷换。至于你说的早些没发现，你如今这位夫人，应该听她女儿唐静柔说过这件事。玉儿，你误会了，你姨母绝对没做过这种事。是吗？那她为什么非要鼓动我快临盆的娘去给我过世的外祖母祈福？那是因为当时正好有位高僧云游到此，你姨母也是为了你母亲好。玉儿，你别误会你姨母，你姨母一直把你母亲当亲姐姐疼的。照你这么说，那唐静柔怎么还会误会我爹照顾她是痴缠，而不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多照顾她？是啊，侯夫人怎么就偏往那处想呢？玉儿，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，你要觉得是你姨母的错，那就是她的错。玉儿，只要你心里好受就成。我们怎样都行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让唐静柔去衙门投案。当年是她安排人偷换了我。玉儿，你这是要逼死你姨母啊！刚刚不是你说的，只要我好受，你们怎样都可以吗？那你方才那些话都是放空话哄我玩的，还是说你们就等着我大度不追究了？大哥，你看，咱们一开口就是挖坑，他们还跳得这么利索。齐之玉，你敢打你外祖母？我还头一回见上赶着挨打的。京城的风俗可真不一样。
放肆！哼，放肆？这话该我说。我可是堂堂郡主。你区区一个薄夫人，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还想戏耍本郡主？我打你已经算轻的了。唐静柔装模作样的坑我爹，你们不拦着也就罢了，还在后头推波助澜。京城里那些我爹痴缠他的风言风语，你可别跟我说里头没有你们的手笔。玉儿，王爷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打我？玉儿，这就是你的错了。家里这么多嬷嬷小厮你不用，非要自己动手。难道你不知道，你手打疼了，我跟你娘还有你2位兄长会心疼。王爷，您这是什么干净的东西？你竟然伤我爹的身！你给我下去！干净东西！就算你这样让我爹变好了，我也不会承认你的。再不好，那也是我爹！啊，疼！爹，你没被什么东西附身啊？蠢货！那能怪我吗？你以前一直都纵着他们。以前那是我觉得他们对你娘好，如今我才知道你娘在娘家受了多少委屈。他原来是这么想的。你们面慈心苦，嘴甜心和，偏偏我夫人是个不爱诉苦的人，让我一直当你们是她真正的娘家人。也怪我太疏忽了，直到最近才查清楚你们这些年做下的那些恶心事。王爷，您这是在说什么？本王倒没想到，那些后宅里搓磨人的手段，静文博使得这么熟。王爷，这里头一定是有误会。是不是误会，本王还分得清。不是的，王爷，真的是误会。王爷，我们也知道自己身份卑微，攀不上王府这门高枝。王妃若是嫌弃我们自己走就是，往后绝不再套进王府半步。可王爷，您不能这么当众羞辱我们呢！这是要把脏水往我娘身上引呢。那些虚的就不必说了，我就问你们一句，你们今天上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别跟我说你们不知道，唐静柔在大街上当着满街的人攀扯我爹，好一个自导自演的痴缠。我们过来不就是为了柔儿？静文博，你可不如你这位夫人聪明啊！不管你知不知道，你回去都该好好教一教唐静心怎么做人。你们那套绕弯子，想让我们瑞王府替你们托底的法子，往后不管用了。从前我爹他们处处忍让纵容，全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。如今知道你们使阴招欺负我娘，还想得我们瑞王府的关照，做梦去吧！可算说到点子上了，我就说嘛，咱家凭啥替他们兜着？打出去！往后静文伯府的人不许踏进瑞王府半步。慢走啊！以后这门槛您二雷可够不着了。以后再来瑞王府，见一次打一次。威远侯夫人当众污蔑我家王爷，你们还是非不非？逼着我们王爷认相。威远侯夫人的脸面是脸面，
我们王爷的脸面就不是脸面了。以往我们王爷看在王妃的面子上，一再忍让，如今你们只顾着威远侯夫人，不管我们王妃。晋文伯，别忘了，我们王妃才是你嫡出的女儿，威远侯夫人不过是个庶女。也不知道晋文伯你是太宠妾室，不顾亡妻情谊，还是有人手段了得，把你给愚弄了。两头都没靠上，不行，我得赶快想办法。大哥，看你平日风光霁月的，原来这心也挺黑啊。是我失察，让你受苦了。你这么多年，我竟一直误会了你。该认的错我认，往后再不让你一个人闷着。爹娘的话，咱们就别杵这儿听了。原来爹都是为了娘，爹也真是的。这话为什么不早跟娘说？娘也是早些把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啊！我当初还想去找爹问清楚，娘一直压着我，不让我去问。大哥，你确定二哥出生的时候没报错？应该没有，而且他这容貌太像爹娘了。妹啊，我可是在府里出生的，不会弄错的，不会弄错。那就好。老二，你去陪陪你娘。是我疏忽了，下一任帝王人选能是什么好人？有些事情简单一些更好，况且我帮唐静柔也不是出自本心。爹，你查晋文伯他们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查出来一堆明着为我娘好，实则让我娘吃哑巴亏的事儿？这也算是一报还一报，也让他们尝尝有苦难言的滋味。玉儿，幸亏你回来了。天意吧。皇祖父是站在咱们这边的。皇祖父故意罚爹去反省，拖着时间，就是要等威远侯、唐静肉他们沉不住气。太子刚被废，他们一慌，最直接的法子就是把爹往死里踩。结果呢，唐静柔果然跳出来了。反杀是漂亮，可名声毁的不是爹，是他自己。那些大臣这些年跟吴王捆绑太深，爹，就算皇祖父站咱们这边，他也不能跟整个朝堂作对。吴王这人能力是真有，那帮老臣早跟他坐一条船了。爹的本事比他强，可他们认的不是本事，是吴王。那些慢慢解决。大哥，爹要当太子，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子嗣。爹可就3个孩子，还没有妾室通房，孩子少不打紧，可总得有个能接班传承的才行。对，这也正是他们日后会攻薄爹的地方。爹登基要立储，老二没那个帝王心术，妹妹又是个姑娘。至于我，谁见过一个残废能当皇上？合着打从一开始，咱们这储君的位子就是输的。玉儿，对，玉儿，玉儿，只要我跟爹运作得当，你可以当女帝的。大哥，你再说一遍。虽说以前没这个先例，可妹妹她有这个能力啊。爹，咱们好好合计合计，到时候想法子让那帮人接受妹妹。若是有人不接受，那就换，是认妹妹当女帝，还是顾着自己的小命，他们心里头应该清楚怎么选。儿子，爹觉得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的小命吧。啊！我现在就收拾你！你有多恨我，让我去当女帝！妹妹，女帝那是帝王啊，是个一年到头都困在皇宫那1亩3分地，天天不是看奏折，就是处理破事儿的活儿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干得比牛多，坐牢还有个出狱的日子。当皇上
那是一辈子的无期徒刑。干好了是应该的，干不好就是个昏君。皇上竟这么惨！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会治好你的腿。等爹成了太子，登基之后，你就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太子。玉儿，为什么我觉得当储君也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？你见哪个牛马开开心心的去干活的？爹，您要是当了太子，以后登基了，一定要多当几年皇上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儿。要不是不争那个位置，咱们就活不成了。其实，我觉得当个闲散王爷也挺好的。过几天，我把药材准备好了，开始治腿。谢谢。大哥，其实你可以期盼一下，爹娘再给咱们生个弟弟。你别想了，与其你想着有个弟弟，还不如想着你生儿子来培养，到时候可以越过你传位给他。爹，你所言甚是，娘年纪大了，生产确实危险，而且也不能保证一定生出来的是弟弟。倒是，你还真想自己不担这份责任？从小到大，我怎么教你的？爹，妹妹太黑了。那不挺好，至少不会被欺负。眼下这局，咱们一步步来，急不得。瑞王府这边咱们算是稳住了，眼下盯紧威远侯府内的动静就成。还在我跟前装！现在整个京城都知道你污蔑瑞王。这么多年，你故意放出瑞王痴缠你的谣言，人人都知道。我威远侯府有你这样一个爱慕虚荣、不知廉耻的侯夫人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满盘皆输。我当初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祸害？侯爷，侯爷，妾身已经回过娘家，找了妾身的爹娘出面。靖文伯，你确定瑞王会出面澄清？肯定会，他很敬敬我爹。你也知道，你的名声毁了，侯府也得跟着败落。我心疼侯府，也心疼你啊。侯爷的难处，妾身都明白。疼了吧？我让丫鬟给你拿药擦一擦。让侯爷惦记了。侯爷，侯爷，靖文伯到了。是我爹娘来了吗？肯定是瑞王要出面澄清了。就算是瑞王出面，侯爷，妾身觉得咱们也不能轻易原谅，要让齐之游上门来给我认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靖文伯夫妇被瑞王府的人给打出来了，而且什么？讲！瑞王府放了话，说瑞王是疼爱正妻，爱屋及乌，才肯关照侯夫人跟靖文伯。是侯夫人跟靖文伯想了庇护还不知足，反倒污蔑瑞王，这才被打出来的。这就是你说的，瑞王会出面澄清？侯爷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有什么误会？你去跟全城的百姓说，你去跟那些勋贵世家的人一个个解释。现在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瑞王是爱护正妻，爱屋及乌的关照你跟靖文伯，
是你们不知好歹，享受了庇护不说，还要污蔑瑞王。侯爷，妾身也不知道，为何瑞王会如此。哭有什么用？侯爷，吴王派人来了。照侯爷这翻脸不认人的性子，骂名到头来全得扣在我头上，转头他还得给我一封休书，他拖得干净，我这辈子就全完了。不行，我一定会扭转局面的。王爷，唐静柔那个性子，眼下吃了这么大的亏，妾身怕她不肯善罢甘休，回头还要生事。她不过就是吴王他们推出来的弃子。当年威远侯之所以会迎娶她，无非就是看到我对她的关照。威远侯以为我是痴迷唐静柔，殊不知我完全是把她当成亲人。咱们把他们当亲人，他们却把咱们当傻子耍，实在是可恶。以后我就当没他们这些家人。娘，这就对了，他们不配娘对他们那么好。以后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说，不用觉得我忙，不想给我添麻烦。你的事情对我来说，从来就不是麻烦。孩子们还在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他们也没意见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爹娘感情越好，我们越开心。行了，吃你的饭吧，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。娘，不用担心唐静柔，她有什么我们兄妹来处理就是了。她区区一个马前卒，不用爹来操心。爹需要对付的是吴王，这次那个位置势在必得。威远侯府这都多少天了，连句休妻的话都没传出来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这威远侯是有多稀罕那位侯夫人，赌上整个府的名声也要护着她。是齐平乐拦车求见。齐平乐，我大哥的养女，看在大哥的面子上，本王也得见一见。民女拜见王爷。何事找本王？王爷，求求你带我去见一见瑞王，我不想见他，因为我害得威远侯夫人身败名裂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还请瑞王不要再针对收留我的侯夫人了。这不就是前阵子那位侯夫人的事儿吗？还有后续啊，有热闹，那得看看。陈安，你知道本王要来，好大的阵仗，这是心虚了。主要是被人泼脏水泼多了，提前准备一下。毕竟我爹娘担心我亲自打人手疼。郡主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也不能因为威远侯夫人收留了我，就这样诋毁她，坏她名声。你可知道女子名节高于一业？你这是想要侯夫人的命啊！瞧着怪可怜的，一个姑娘家名声要紧啊。王爷，你也是这么觉得？本王不知事情始末，不予评判。王爷这话说的可不对。王爷若是觉得齐平乐的话毫无道理，在他拦住王爷马车之时，王爷就应该昏斥他，而不是带着他来瑞王府对峙。如果王爷不是认同他的话，那王爷带他过来干什么？故意的来污蔑我爹。王爷，我的问题很难回答吗？这位王爷怎么不吭声了？本王见齐平乐怪可怜的，才跟过来瞧瞧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一个鸠占鹊巢的假货被赶出去，这也叫可怜？王爷，你这是非官，很有问题啊！是非不分，可不配坐那把椅子。他们毕竟有14年相处的亲情。哦，原来王爷这么容易被儿女情长牵着走。哎，这话听着可不太对味儿。优柔寡断的性子，搁旁人没什么，搁要争那位置的人身上，可就……
就算是要赶他离开，也不至于把人往绝路上逼。王爷可真心善，还能设身处地替亲了自家利益的人着想。妇人之仁，那是当皇上的头一档大忌。王爷不必急着答，我等得起。心肠软是软，可这心性搁那个位置上，怕是镇不住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个傻孩子！这么多年，姨母一直拿你当亲人，就算姨母被赶出了侯府，也断不会让你流落街头啊！这奚越来越不像样了。魏远侯，亏本王指着你办事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这侯夫人的事儿，前阵子可闹得不轻，这又来了一出，今儿是有的瞧了。丫头，丫头！我的丫头啊！你个小人！当初你说过会让我家丫头吃好喝好，过富贵日子，现在你要把她赶出去，我不答应！哎呦，这里头怕是有事儿啊！侯门里的秘辛，今儿可叫咱们撞上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娘，你误会了。侯夫人没有要赶我出去。娘，你先回去，有什么事情回头我再跟你说。我呸！谁胡说八道？当初要不是你说让我家丫头去享福，我才不会把我家丫头给你拿去调换的。调换？这是把孩子给换了。现在你说话不算话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是侯夫人怎么了？侯夫人就可以不讲道理了？大家伙快来看啊！这里有人坑我们一家老实人啊，欺负人了，没法活了！我的命好苦啊！唐静柔，当年调换孩子，果然是你指使的。我没有，我怎么知道她怀的是个姑娘？是吗？那我倒要听听你这解释怎么编。你当时找了好几个快生的，谁生了丫头就报给你，也是我肚皮正气，正好是你要的时辰生的丫头。丫头啊，娘就是为了让你过好日子啊！你不知道，咱家的日子苦啊，真的养不活你呀！娘，你不要再胡说了，侯夫人并没有要赶我走。丫头，你别被骗了，他们这样的大户人家最是坏，他不赶你走，逼着你自己走，一样的。闭嘴！你要害死我吗？唐静柔，你最好给我个解释，不然的话，混淆皇室血脉，这个掉脑袋的罪名你担不起。他胡说的。谁胡说了？我可是有证据的。这就是当初你给我的，随随便便的拿出来一根簪子，就说是我的。说，是谁让你来害我的？这事情还是直接禀明皇祖父吧，毕竟这不仅仅是一件偷换皇室子嗣的问题，说不定背后还有什么阴谋。我不相信一个侯夫人会因为嫉妒有胆子去偷换王爷的子嗣，这不是他自己掉脑袋的问题，而是他们全家都跑不了。杀头的死罪，就凭一个乡下老妇的胡言乱语，郡主你就信了？他有物证。哪里来的破簪子也能做物证？谁说这是破簪子？这是你当年带着赏给我的，这上面有字儿，不信你们看，这上面有字的。
这上面的字是惠，瑞王妃的闺名中可是有这个字的。原来是瑞王妃的簪子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瑞王妃自导演故意来陷害我的。就算不是一母所出，但我们终究是姐妹啊！姐姐何至于要置我于死地？此事一定要禀明陛下。瑞王妃为了对付我，竟然不惜与人合谋，偷换自己亲生女，为人母，冷血无情。身为皇家妇，混淆皇室血脉，陷害朝廷大臣，岂能轻饶？要禀，那就去禀。我娘为何要换掉我？她就是嫉妒我，因为瑞王痴迷于我。她得不到自己夫君的心，她不惜用自己亲生女儿来陷害我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姐姐为了坑害我，可以隐忍这么多年。姐姐怎么能如此糊涂？真是绝处逢生。你这套说辞留着进宫慢慢编。王爷，你怎么说？此事事关皇室子嗣，本王自然是没法评断，还是进宫请父皇定夺为好。簪子样式是倒是老旧，这是当年威远侯夫人给你的酬劳。娘，陛下问你话呢。陛下，娘，你要说民妇。民妇。娘，你说这簪子的主人是让你换孩子的人？对，齐平乐，你这样误导可是没用的。唐静柔拿着这簪子给他，你扯什么簪子主人，在这儿跟我偷换概念呢？当年是他让你偷换孩子的吗？对，就是他。看，这样多清楚。姐姐如此恨我，为了让我死，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可以不顾，我认了。可姐姐，我夫君一家是无辜的，请你不要牵连他们。你无耻！这簪子到底是谁的？姐姐，你重要首饰上都有记号，你若是不承认，可以取你首饰对比一下。我也不想说实话，可你害的不是我一个人，我不得不如此。姐姐，还请你见谅。娘，你有这样的簪子吗？我怎么没见你戴过这种款式的？姐姐有的，当年这种款式京城很是抢手，那个时候谁要是先拿到这种款式的簪子，都能被人羡慕好久。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问其他人，让他们回忆回忆，姐姐是不是曾经戴过？抢手的，我娘就一定要有吗？我娘要是不喜欢这种款式呢？就算是姐姐不喜欢，也会有的。我们爹最是宠爱姐姐，有什么新奇的好东西，肯定是要给姐姐买回来的。陛下，记号可以作假，但是有没有戴过，别人总会有印象的。不如找人问一问。不用问了，这簪子确实是我的。不过，这簪子我就戴过一次，是我及笄那天。然后，这簪子就被你讨了过去。当年来参加我及笄礼的人，全都还在。侯夫人要是不信，大可把他们一个个请来，当面问。你胡说！父亲给我什么东西，你都要找我讨。他总教我是长姐，该让着你。那些说是给我的好东西，从我手里过一遍，最后全落进你手里。你不是说这簪子能替你洗清？不是这样的。是不是他讨去的
让人去搜一搜不就得了？侯夫人如今出了嫁，娘当年那些东西都该在你的陪嫁里吧？娘，你还记得有哪几样值钱的？她舍不得扔，一直留着的。记得。皇祖父，去威远侯府找一找。皇祖父，站着好累。坐吧。谢皇祖父。瑞王能做，本王就不配吗？朕让你做了。父皇，这么多年，在父皇心里，是儿臣鲁莽了。真正的太子，只有瑞王是吧？父皇，里面的东西都对。唐静柔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不是的，陛下，这些东西臣妇多年没有查看，也许是什么人偷走了。这一切都是瑞王妃嫁祸给我。我母亲过世，父亲以你母亲跟我熟悉，照顾我为由，把她扶正。其实你一直是极恨我的，所以有什么好东西，你才会找各种由头要走。父亲有了你们母女，心里自然没有我的位置。他要一个好名声，对外营造对我格外宠爱的假象，实际上就是哄骗我。所有好东西全都落到你手里，外人却以为我得了多少偏宠。唐静柔，你真的以为我看不清你们耍的这些小把戏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，想爹？我真的是给你们脸了。以前我不说，那是因为我还小，没有能力反抗。我不说，并不代表我不知道你们的肮脏心思。我娘的东西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全都抢走。你就是喜欢这种把我娘踩在脚下的感觉吧？毕竟以前你可是庶出，你这身份，就算你娘被反正了，也抹不掉。郡主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们非要这么污蔑我吗？哼哼，魏远侯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臣有罪。侯爷，真的不是妾身做的，是……闭嘴！混淆皇室血脉，好大的胆子啊！先关起来吧，让朕想想怎么处置你们。罪臣谢主隆恩。不是的。退下吧。爹娘，二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当年我被你爹娘搓磨的时候，你说有人救我吗？可你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还成了郡主。我女儿回来了，10多年受的苦，就可以当没发生过吗？齐平乐，你怎么能这么无耻？娘，不是的，我就是……你就是自私冷血。你去威远侯府，不就是觉得他们跟吴王有关系，可以继续保你荣华富贵吗？你闹这一场，不就是为了帮着威远侯他们？你害完我们，现在你哪来的脸求爹娘救你？不是的，二哥，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别在这里加戏了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闺女，咱们走，娘养你。你懂什么？大
当初就不该让你这祸根活着回来。走，走。老四，你怎么说？是儿臣不察，被人利用。罢了，你回去吧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混账东西！我的爹呀，你太惨了，谁都能欺负你啊！在皇宫，现在还要被骂。闭嘴！你想干什么？我的爹呀！住口！你爹还好好的，不用你来耗丧。行了，你想要什么？我爹没做错，都被皇祖父骂了，那吴王是非不分，更该骂，不然不公平。你小子，不愧是你儿子。儿臣的孩子维护儿臣，乃是人之常情。好一个人之常情！都给朕出去！妹啊，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看二哥好看。那当然了，你跟我走到哪里，都有姑娘家羞红了脸，偷偷的瞅我呢。来人，拟旨。吴王殿下，接旨吧。殿下，父皇这是何意？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妾身去看他们收拾东西。父皇啊，你可真是儿臣的好父皇。你的眼里就只有老大吗？不认可我，我偏要那个位置。到时候，父皇，你就能彻底的看清楚，谁才是适合的人选。回殿下，是真的。什么？父皇给瑞王府赏赐？是。父皇，你真是太偏心了。他们一个个的，怕是都要看我的笑话了。威远侯有靠山，德妃。主要是威远侯的儿子，如今他在边关，那边战事正急。他儿子打仗挺厉害，太子挺有本事的，支持他的人都不简单。而且魏老夫人也不是个善茬，她看似不管威远侯府的事情，其实她是支持的。娘说的是，她要是真看不上唐静柔，他们做的事儿早就阻止了，何至于等到现在？足够的利益摆在眼前，对错手段便都不值一提。吴王登基为帝，他们威远侯府也是跟着得利的。威远侯手中还有兵权，要直接处置他不容易。那就慢慢来，慢慢了来。爹，那咱们分工一下。如何分工？爹主要展示自己的能力，得到百姓的认可。娘呢，就继续让人知道我爹的仁慈宽厚。玉儿，你会觉得娘心机太重了吗？娘做的不都是最好的选择吗？没出阁那会儿，您隐着忍着护住自己，嫁进来之后又一直替我爹造势铺路。可我做那些事情，心里的想法并不纯粹。那又如何？百姓实实在在得了好处，娘也实在在帮了好些人。论心不论迹，论迹寒门无孝子；论迹不论心，论心世上无完人。玉儿说的对，这些年让你费心了。大哥，我会尽快让你康复，到那时候，咱们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至于二哥，你继续跟那些旁支庶出来往，有机会就把那些跟吴王交好的世家子弟一个个取代了。
你以为你那点伪装，咱妹看不穿？不是，妹啊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宫里头能养出单纯孩子？那样的，不是早该没了吗？那这下都分派完了，妹啊，你负责哪块？我打辅助，哪里需要就去哪里。我妹是个多面手。玉儿，那簪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娘，你不知道簪子的事情啊？这事儿不是你跟妹妹商量好的？不是啊，当然没有商量。若是商量了，当时娘的反应不真实，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破绽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簪子的？跟娘聊天聊出来的。我只是随口说过，我有不少东西都被唐静柔给要走了。你倒是问过我是什么东西？那簪子真的是唐静柔给齐平乐亲娘的？当然不是，我不过就是去了一趟威远侯府，翻出来那个有代表的东西。等会儿，我有些乱。你怎么知道唐静柔把娘的东西压箱底，平时不用？还有齐平乐的亲娘，怎么就会听你的话？唐静柔抢娘的东西，为的是恶心娘，那些东西她自然不会用，她会抢过去之后，再让静文伯给她买更好的。至于齐平乐亲娘那边，只要告诉她，唐静柔要把齐平乐给赶出去，她想让自己一家人继续过富贵日子，她自然知道拿着一个可以威胁唐静柔的东西要如何做。那万一其中出了什么差错，没有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呢？二哥，你不会以为我只有一套计划吧？更何况随机应变不是基本操作吗？行，是我多嘴了。对不起啊，妹。是二哥单纯了。朝中总会有中立的大臣吧？有，张阁老只中社稷不站队，吏部那几位向来是谁也不站。玉儿，这些名字你慢慢记，记不全爹再讲一遍。爹，张阁老中社稷，那便是认理不认人，得给他个站得住的理。吏部那几位墙头草，得让他们看清风往哪边吹。你倒是比爹想的还快。爹放心，我回房把这盘棋摆一摆。后面怎么落子？明儿给您。这一回，谁也别想再从我手里把这家人纵走。玉儿，以前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？在那家人跟前装普通人，背地里还要一样样学这些东西，才多大的孩子？韬光养晦，他什么都没跟咱们抱怨过，这4个字是他一个人扛过来的。娘，您想想，咱们要是再晚几年把他找回来，依他那性子，过不了多久，自己也就从那齐家走了。到那时候，咱们怕是天涯海角，再寻不着他。幸好，咱们把妹妹找回来了。哥，现在再心疼也晚了，该受的苦他都受过了。往后，咱们好好护着他，谁也别想再动他一根头发。倒是那齐家一窝子，跟咱们妹妹竟是一个姓，我都嫌脏。我这就去把那一窝子连根断了。不用，哥，你要放过他们。应该有人会替咱们下手。你们干什么？就这么点东西，真是没用的东西。放开我！行了，别挣扎了。以前你那几个姐姐没一个逃出去的。我还有姐姐？有啊，怎么没有？家里日子过不下去，他们就替家里换钱去了。你们把他们给卖了，你们还是人吗？
老大，别照他脸，打伤了卖不出好价钱。爹，我知道了。年纪差不多，应该能卖得更高吧？肯定能，大户人家养出来的，水灵灵的，到那种地方最受欢迎。你们要把我卖到什么地方去？你叫什么？你娘的命都搭你身上了，把你发卖出去又怎么了？再说我们齐家的闺女都送去那地方。你们不是人！你是人，占着人家的位置享了这么多年福。那是我不知道，又不是我自己要被换的。你10岁那年，你亲娘就找上你了，你私下塞给她的首饰银子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你真当自己没错，怎么不去跟那王爷说？你是被报错的，没说，还不是舍不得那富贵日子？你放肆！哟，还放肆呢？哼，真把自己当王府的千金大小姐了？你个家伙！叫什么叫？爹，早点把他卖了省心。走，别乱动，要不是你惹的事儿，咱们至于昨儿连夜跑出来，躲着破屋里？傻站着干什么？快走！杵着干嘛？还不快走！老大，外头有人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要钱？我给，我都给。闺女，呸！别叫我！他们要把我卖去那种肮脏地方，一个都不肯放过我，给我杀了他们！你个不孝女！齐小姐，你这一家人都在这屋里了？没错，一个不留。是。该，想害我，活该！你们是威远侯府的人吧？是老夫人差你们来的，要我做什么尽管说。是要对付瑞王，对不对？瑞王一家害苦了我，我一定竭尽所能。齐小姐放心，还请姑娘上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了，就是对付瑞王最好的办法。都妥了，点火。你们连尸首都不留，拿侯府的腰牌接我齐家的事，嫁我瑞王府。原来我从头到尾不过是一枚扔了也不心疼的妻子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讲。今早，威远侯府的魏老夫人来投案自首了。哦，陛下，魏老夫人正在宫外候着。宣。魏远桥，罪妇拜见陛下。事情还没查清楚，老夫人倒先起投了案。罪妇若不知道也就罢了，可那凶案现场移着我威远侯府的腰牌，罪妇便不能装作不知道。更何况那葬身火海的还是齐平乐一家人，他是从我威远侯府离开的，这事儿总跟侯府脱不了干系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此案查到什么了？回陛下，凶手是先杀的人，再放的火，火上还浇过油。屋里的尸首烧得面目全非，有几具已经难分辨了。只从残留的迹象和面容还算完好的尸首推断，葬身的
是齐平乐一家。现场的痕迹都被大火烧尽了，唯独门口留下半枚烧掉大半的威远侯府腰牌。如此看来，确实跟威远侯府关系很大。陛下，罪妇绝没有派人做过此事。可若是有人存心要我威远侯府满门遭这一劫，罪妇也可以成全。眼下跟威远侯府结怨最深的，除了瑞王一家，还能有谁？那齐平乐，可就是从瑞王府那场风波里翻出来的人。这把火烧得也忒巧了些。好戏才刚开场呢。投案、反咬，这一步步都是退。等翻供那天，这盆脏水连人带名，一并泼到你瑞王头上。陛下，陈安郡主求见。宣。皇祖父，怎的这么早进宫？可是有事？偏心，父皇到底还是偏心。听闻有人杀了齐平乐一家，我把杀人的凶手都给皇祖父带来了。凶手，他竟把人带进宫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魏老夫人，你是一点都不慌啊？老身慌什么？若真能找出那凶手，自然是再好不过。老身也想看看，到底是何人拿着我威远侯府的腰牌去杀的人。魏老夫人，你这话真是有意思。拿你威远侯府的腰牌去杀人的，可不就是你们威远侯府自己的人吗？郡主可有证据？要不咱们先把凶手带上来看看。皇祖父，你说呢？准。怎么会落到他手里？皇祖父，杀了齐平乐一家的就是他们几个，他们呢，则是威远侯府的侍卫。郡主，你休要胡说！哎，老夫人，你这是不打算认啊？威远侯府的侍卫，这满朝上下见过的人可不少，一张张脸摆在这儿，认得出去。老夫人，你想不认，怕是不成的哦。这几个是我侯府的侍卫，老身认。可单凭这一条，怎么就成了杀人凶手？郡主，你这样说可有证据？陛下面前可容不得空口诬告。我有证人啊，他们杀人的时候，有人亲眼所见。老身方才是失了态，郡主既说有证人，老身倒要先讨教几句。郡主所说的证人是谁？禁火杀人，此案动静不小，那人竟然亲眼目睹案发过程，为何不早报案？还是说那人也刚知道现场遗留了我威远侯府的腰牌，才迫不及待去找郡主你？可为何那证人不去衙门，不去我威远侯府，偏偏去找跟此案瞧着毫不相干的郡主？还是说是郡主你主动寻上这个证人的？可为何郡主要对一桩不相干的案子这般上心？句句在理呀，这几问的是真刁。威远侯府是吴王那边的人，瑞王自然拿他家先开刀。可这老夫人也不是吃素的。从前的瑞王还罢了，如今竟让个刚找回来的女儿出面，这是没招了。一个乡下长大的村姑，能懂这朝堂里的弯弯绕？就算晓得是老夫人布的局，
这反击也实在太嫩。瑞王怕是要输了，这一输，威远侯夫妇只怕也要放出来喽。姜还是老的辣，魏老夫人这一手厉害，被逼到这份上了，他怎么还笑得出来？这村姑是真不知死活吧？勾心斗角，明枪暗道，朕看了大半辈子，倒是这丫头要使什么招，朕猜不着。老身这几问桩桩在理，郡主若答得上来，便请一一与满殿大人说个明白。答不上来嘛，这栽赃嫁祸、杀人灭口的罪名，落在谁家头上，可就由不得郡主了。魏老夫人，你太激动了。不是老身激动，而是郡主疑问太多，让老身不解。老身这些问题，还请郡主一一解释，不然难以让人信服。不用一一解释，这么麻烦。老夫人看看那证人，你的所有问题便有答案了。好，烦请陛下宣证人入宫。张阁老，麻烦了。爹，您瞧瞧，还是咱家玉儿会玩。郡主，你这是何意？我的意思就是老夫人想的那样，证人就是张阁老啊。老夫那日亲眼瞧见，殿上这几个人杀了齐家满门，放火之后又把威远侯府的腰牌扔到了门口。老夫只中陛下一人，从不掺和皇子的事，这话句句属实。爹，您看老夫人这脸色，输的是真彻底。老夫人脸都白了。杀人放火，栽赃借祸给当朝的王爷，威远侯府好大的威风！废除威远侯爵位，贬为庶民，一干人等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谁给威远侯府的胆子，竟敢陷害当朝王爷？父皇这话，哪是问威远侯府，是当着满朝的面敲打我撑腰。皇祖父，威远侯既已废了，他手里那点兵权也该拨给我爹，全当给瑞王府赔个不是吧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此事关系着京城安危，岂能随意交给他人？怎的？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我爹想弑君杀父，要拿着兵权造反不成？郡主言重了，臣绝无此意。臣只是说这位置至关重要。哦，我懂了，这位置至关重要，所以让吴王的表亲来担着就稳妥，换我爹这个正经皇子反倒没资格。原来吴王的外戚比皇子都可靠。陛下，臣绝无此意。瑞王，威远侯那摊子兵马，你要尽快接手，别给朕闹出乱子来。儿臣领旨，定不料父皇失望。我家玉儿三言两语就把荆棘这盘棋递到了我手上。爹，这桩补偿，您可还满意？满意。回头都爹给你买汤。父皇，是儿臣的错。儿臣不知道威远侯府竟然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举，是儿臣不察。哼哼，你全然不知。儿臣不知。陈安，你怎么看？
皇祖父，我觉得呢，也许吴王说的是对的。他以前是在东宫，又怎么可能时时跟威远侯府联系？只要摘出去，就有的是法子再把人拉回来。要我看啊，就是有的人心大了。吴王当初当太子当得好好的，为什么非要把我给偷换了？我被找回来之后，还弄这么多事情出来，他们什么意思？好端端的太子，威远侯府为何还要弄这么多事？是要逼着尽早继位啊！王爷跟威远侯府走得那样近，他出了事儿，王爷头一个撇清。今日待威远侯府如此，明日待咱们又当如何？齐之玉，这个丫头留不得了。放心，皇祖父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罢了，既然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也不用自责，起来吧。王爷，走吧。爹，今儿这朝可比戏台子还热闹。热闹是热闹，回头有人睡不着觉了。齐之玉，王爷，这儿是皇宫，您脸上别带出来，叫人看了要生事。本王知道。张阁老怎么就站到瑞王那边去了？张阁老一向不掺和夺嫡的事，依臣看是真叫他撞上了。张阁老，王爷倒是有个好女儿。是。郡主把老朽带去城外，王爷就没什么想说的。玉儿，怎么回事？张阁老，你这可就不讲诚信了。你是不是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能缓住你夫人的病痛，你就跟我去个地方？阁老夫人的病，太医治不了，我能给她缓一缓。当真？只要你能让她少受些苦，老夫什么都依你。那老朽也没想到，郡主是让我去看杀人现场。阁老，最开始你也没问啊。老朽信得过郡主的本事，分明有法子不叫人丧命，也一样把事办成。张阁老，难道你觉得那些人不该受这个报应？亲生女儿都卖去那种肮脏地方，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还有被我家养了整整10几年，转过头来为着那点好处就要踩我全家的白眼狼。他们走得那么痛快，已经是便宜他们了。王爷，郡主果然非同一般。本王也是觉得玉儿这孩子太过善良心软，本王时时担心，生怕她这性子将来要吃亏。王爷觉得郡主心软？玉儿的本事，神不知鬼不觉就能要了吴王的性命。可她为了江山稳固，为了不让社稷动荡不起战乱，偏要一步一步按规矩来。张阁老，你说本王这女儿还不算心软吗？好一个心软，能不动声色取人性命，倒成了菩萨心肠。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今日算是开了眼。老臣还有事，不耽误王爷跟郡主了，告辞。阁老请。哟，这是谁把咱们阁老气成这样了？说出来，朕这就把他抓起来，打他一顿板子。瑞王，陛下，您把他抓起来打吧。他？那闷葫芦一样的孩子，能怎么惹到你了？哼，当年的那个太子回来了啊！那小子到底干什么了？陛下，他这是用最体面的法子办最不要脸的事儿。陛下，
您就一点都不担心？吴王占着太子的名分这么多年，朝里大半的臣子早就跟他捆在一根绳上了。这要真换了人，怕是要起不少纷争。吴王这太子当了多久了？确实，这么多年，吴王都没能把太子的位子坐稳。论能力，终究是不如瑞王。何止是不如，简直没法比。尽使些上不得台面的阴损手段，要紧的是，使了还半点不见效，真叫人看不上眼。这一仗，毁了一个威远侯府，夺了经营兵权，赢得漂亮。我倒要看看，在这绝对的劣势里，瑞王这一步一步要怎么翻盘。用最优雅的姿态，做最不要脸的事。那个表里不一的太子又回来了。玉儿，你自己一个人闯张阁老家了，你这孩子，万一被他们侍卫发现，伤到你可怎么办？娘，您多虑了，咱家侍卫都没发现妹妹半夜出门，我妹厉害着呢。玉儿再厉害，也是个孩子。你们几个也是的，怎么不知道提前把张阁老家的布防图给玉儿备着？娘，我妹她也没给我们这个机会啊。那个娘，我插一句啊。玉儿，你说。区别对待。娘，张阁老家的布防图，咱家也有吗？哪只是张阁老家的，但凡是京城里头你说得上名的人家，咱家全都有。你也知道咱家这些年的处境，我不求咱家能走到什么位子，但自保的本事总归是要有的。爹，您是怎么好意思用这么委曲求全的神情跟语气，说出这么丧心病狂的话来的？这也是逼不得已，实在没法子。杀伐果断，到底是做过太子的人。这一身温吞模样底下，藏的是要血洗京城的底牌。看不出来，二哥平日里还挺忙的嘛。妹啊，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是我做的？满府上下，也就你这位纨绔子弟，才有那闲工夫。没事往人家府上溜达。爹跟大哥另有正事要忙，这种事儿只有你二哥最合适。好家伙，咱家上上下下是一个闲人都没有。我就是这么厉害。不过我终究妹妹你彪悍，你可是直接对着张阁老下了手的。我喜欢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魏老夫人不就是想栽赃嫁祸咱家吗？那我就找个绝对压得住场的证人，亲眼瞧见威远侯府的人做的事儿，这不就清清楚楚了？还跟他们扯什么证据，辩什么是非，多费劲。玉儿做得好，谁跟他们去扯皮？那个老东西使那么下作的手段来害咱家，还得是我儿厉害，把他的算计从源头就给掐灭了。那可不，我妹一出手，魏老夫人那盘棋还没摆开，就先输了一半。齐之玉瑞王，本王迟早要你们好看。威远侯府是本王的左膀右臂，说没就没了。这一刀砍得本王伤筋动骨。威远侯一出事，本王第一个就把他撇得干干净净，可底下那帮人都看着呢。今日是威远侯，明日呢？跟着本王的人，这会儿一个个心里都在打鼓，人心一旦动摇，光靠本王说两句软话是按不住的，得有个由头，让他们亲眼看看本王的手段。王爷，进。王爷，娘娘让人带来口信，长公主的小宴就要到日子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本王怎么把长公主的小宴给忘了？那可是父皇的亲妹妹，
年纪比本王大不了几岁，向来跟本王是一条心。小宴上请的都是京城的贵妇小姐，齐之音若在那满堂女伴面前栽个跟头，身败名裂，底下那帮动摇的人就该看清楚了。本王手里的底牌多着呢，区区一个齐之瑜，撬不动本王的根基。瑞王想跟本王斗，他没有半分胜算。备车，本王去王妃那儿一趟，有几句话得当面好好提点提点他。月儿，你看这个好看吗？这些全都送到瑞王府。郡主，您是说这些新品全都要了？对。来，咱们这是京城最大的铺子，这些新到的件件都是顶好的料子。这位郡主可真是好眼光。好嘞，小的现在就给郡主全都装好，稍后给您送到府上去。娘，咱们走吧。娘，哼，郡主真是好大的手主，你这样花钱，想过王府吗？轩儿见过王妃，这就是大哥拼了腿救下的那位未婚妻，每来探望一回，大哥的精神头便垮一截。郑明轩，我女儿如何花钱，还轮不到你来指责。王妃，我只不过是为瑞王府考虑，郡主如此花钱，可曾体谅过王爷王妃？笑话！本王妃给自己女儿花钱，那是天经地义，需要你在这里多管闲事？王妃，我是一片好意。郡主刚回来，肆意挥霍可不是个好习惯。若是王妃不管教，反倒纵容，这是害了她。郑明轩，你还没嫁给我大哥，就想管我瑞王府的钱财了？你惦记的够多的呀！郡主，我只是觉得你不该如此浪费。我堂堂郡主，买点首饰就浪费了？买可以，但是你一口气买这么多，实属没必要。哎呦呦，郑小姐，你管得够宽啊，还管人家买多买少？怎的？谁要花自己家的钱，还得先去找你报备一下，你同意了才行。你们啊，说你们呢。一会儿买东西，先跟郑小姐禀报一下，她同意了，你们才能买啊。郡主，你又何必曲解我的意思？你难道没看到刚刚你说全要之后，你母亲在发呆吗？她都没想到你会如此贪慕虚荣。我女儿是你能说的？我女儿跟我没有隔阂，直接让我买东西，我是开心的呆住了。我的孩子没在我身边长大，我怎么弥补都弥补不了我错过了她的成长时光。现在她肯跟我撒娇，肯花我的钱，我怎么能不开心的呆住？可不是嘛，孩子从小被抱走，好不容易找回来，恨不得把命都给他。花点银子算个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有机会给我孩子买点东西，还要被你说嘴，你还要指责我的玉儿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人家亲娘给闺女买点东西，碍着她什么了？还扯什么贪慕虚荣？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你不贪慕虚荣，你不贪慕虚荣，你来首饰铺子买什么首饰？玉儿，咱们走。遇到这种人，真是败兴晦气。哼，真不知道郑家是怎么教的。这人是我大哥的未婚妻。两家是有那个意思，也换过信物，可还没来得及提亲，你大哥就出了事。
从前瞧着他还挺好，谁知道竟是这么个东西。娘，你刚刚太厉害了。没什么厉害的，我是你娘，护着你是应该的。玉儿，咱们去看看衣服。这水红的衬你穿上准好看。添怎么不添？我闺女多少身都使得，水红、月白、鹅黄，各样裁2身。得嘞，这就给您送王府去。这绒花虽不金贵，胜在喜庆，簪上一只，瞧着鲜亮。女儿从前只挑顶用的东西戴，这种只图个好看的，倒是头一回。往后娘给你买好看的、顶用的，娘都给你买全了。都听娘的。娘，这一屋子都是今儿买的？可不就是今儿买的，一样一样都是你娘给你挑的，让丫鬟给你收拾。往后该穿什么，该带什么，他们都给你安排妥当，你只管美美的玩。娘，女儿从前在乡下，往身上戴的都得顶用，护得了自个儿。这种只图好看的，还是头一回留。往后不用顶用了，娘护着你，你就只管挑好看的留。那这一只我自个儿留着。娘买的我都收着，往后慢慢挑着戴。我竟买了这许多，从前可没这福气。郡主，世子来了。哟，大哥稀客。大哥这是？大哥找我有事儿？这可是稀罕事儿。我听说今儿郑小姐出言无素，我替她跟你赔个不是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今儿是怎么知道的？娘跟我说的，娘也想让我把这门婚约解了。娘的意思呢？那大哥是不想退？京城早知道咱们两家有婚约，何况我这条腿还是为救他才伤的。婚约要是解了，他往后的名声就毁了。大哥倒是挺替他着想。那我问大哥一句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不畏强权，傲骨铮铮。只是我心里头总觉着哪儿不大对劲。能不觉着不对劲吗？大哥再想想，当年这门亲是谁先开的口？哪里违和？大哥心里其实有数。他那傲骨铮铮，不过是为了接近大哥使的幌子。大哥，你上当了。咱家全都中邪了。爹那样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可若连我自己怎么半点没察觉？被蒙住的人，哪个察觉得到自己被蒙住了？大哥要是察觉得到，那才不叫被蒙。玉儿说的在理，这违和感我自己也早觉出来了。可他明明那样好，他是我命里认定的人，是我护着也心甘情愿的挚爱，怎么会是装的？当年我这条腿是为救他才伤的，他当时那般无助，我若眼睁睁看着，还算什么男人？你叫我说他是装的，我这心里怎么也过不去这道坎儿。救人是大哥的本分，这没错。可救了人，就得把一辈子搭进去吗？大哥，你护他，是因为他值得护，还是因为有个声音不许你不护？玉儿，我信你，可我这心里偏偏有个声音，一个劲儿地说他是好的。你说我这是不是真中了什么邪？
没事，大哥，这事儿不怪你，换了谁，现在里头都未必看得清。先把这个吃了，脑子空着才好想事儿。你小时候最爱抢我的枣泥糕，那会儿的事儿，大哥倒记得清楚。既然还没有提亲，咱们先观察观察。若是误会了，那更好；若是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在提亲之前弄清楚，对谁都好。你说的是，提亲之前看清楚，省得日后两家都难看。就算当真有什么不妥，趁早弄明白，也比拖到成了亲再回强。大哥肯点这个头就够了，到时候是误会是真章，大哥自己一双眼睛瞧得明白，我只是陪你一道看着。有你陪着，我这心里倒踏实了些。娘，二哥可有喜欢的姑娘？还没有，你二哥那个名声不是太好，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至少二哥脑子是清楚的，眼下只把大哥那头的事理顺了就成。玉儿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？因为我看大哥对郑明轩挺上心的，以前还觉得他是个好的，现在看来也是个拎不清的。哪日竟敢当着我的面对你这个亲妹妹说教？就算长嫂如母，那也得你大哥真把她娶进门了才轮得上。我这个亲娘还好端活着呢，她算哪门子的长嫂，轮得到她对我闺女指手画脚？你大哥也是，我说要毁了这婚约，他不同意。他说你的意思是再观察观察。娘，大哥毕竟是投入了感情的，咱们要是硬生生把他们俩拆开，大哥为了咱们家自然会答应。可是我不想他心里别扭。娘，你想，若是大哥心里觉得亏欠了郑明轩，日后他要是来求大哥办点什么事，大哥一愧疚，替他办了，这样的隐患，娘一日都不敢赌。娘也瞧出来了，郑明轩不是个好东西。咱们呢，就索性把他彻彻底底的揭穿，让大哥亲眼看清楚。到时候真分开了，大哥心里只会厌弃他，不会再愧疚。如此，往后也就再不会有那些个麻烦事了。还是玉儿你考虑的周到。情之一字，真是说不清道不明。娘，这位姑母的日子过得是真舒坦。先帝最小的女儿，自小宠到大，又招了个把她捧在手心里的驸马，这一辈子没遇过一件不顺心的事。那今儿怕是要让她遇上头一件了。见过长公主。免礼，坐吧。这就是陈安，倒是长得水灵，不像是受苦的模样。长公主觉得我应该是个什么模样？放肆！戚之玉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跟本宫说话？殿下息怒。瑞王妃，陈安郡主，这就是你们的规矩。长公主，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见君不跪？怎的？你比陛下还要尊贵？你可以不跪，瑞王妃，你呢？长公主，你找茬想干什么？按理说你是我的姑奶，怎么也应该关心关心我才是。你倒好，一开口就来句我不像是受苦的模样。怎的？我受的苦多了，你看着才开心？自然不是。不是？那你那么问，是几个意思？还是说你想拐着弯儿引申一下，觉得我没吃苦，那齐平乐就不该被赶出去？他不被赶出去，唐景睿就不会收留他，也就没有后面那一摊子事。难道不是？你别那么不懂事，不过是一桩小事，却生生惹出后头这么大的乱子。长公主，
你要是觉得威远侯，哦不对，他如今已经没了爵位，是个庶民了。你要是觉得魏家冤枉，大可以去找陛下喊冤，就说张阁老老眼昏花，看错了，才做了伪证。再说陛下糊涂了，处罚不公。你瞧他那张狂样，回了京就没消停过。可不是，今儿这场宴本就是请他来收一收性子的，咱们坐着瞧便是。郡主，长公主，他当真动手了！齐之玉，你住手！长公主，就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是本宫的府上，本宫叫你住手！你聋了不成？他话还没说完，正好本郡主也懒得听他说完。好，好得很！瑞王府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到了本宫府上还敢撒野！来人，把齐之玉给本宫拿下！绝不能放他活着出这个门！他回京就没消停过，今儿可算有人要治一治他了。让他闹，闹得越大，瑞王府越脱不了干系。咱们坐着瞧便是。你们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！是血，他身上溅的是血！你竟敢动手！这是长公主的侍卫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齐之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给本宫拿下他，取他性命，一个都别让他活着出去！也好，越是这样越好，看陛下还怎么保他。瑞王府这回被连累，瑞王还拿什么跟吴王争那个位子？玉儿，地方娘给你让出来了。拦不住，他一个人就把这些侍卫全……他一个都没留。还有谁要拦本郡主出这个门？